Hello，大家好，这一期我们来看阿罗拉最后哥的一个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他的中路对线情况啊。这里面可以看到阿罗拉选择的是带仙弓，然后第一件竟然是做残翼这件装备。也不知道怎么样啊，反正我看大部分推荐出装是第一件是带那个，叫什么？叫卢登卢，然后搭配帽子，这样清线快，刷线也快。但这个是容错高，还是说啊，是吧？能打出更多伤害？但我们看看吧，等他出完第一件效果以后才能知道。像这里打加里奥的话啊，利用 Q， 尽量 Q 给到对方啊。这里准备可以打个 Q 叶，再拉回来打一套压血量。虽然加里奥法抗比较高，也有法术护盾，但没关系。又命中了，再拉回来。像拉的时候不要太早拉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能续上被动。但这里也扛了一下塔，说实话有点小亏了。没有扛那下塔的话，其实还可以接着压的。但扛了的话，就血量没那么健康了。那个血量是容易被对方一套打一套直接秒的。加里奥的爆发还是蛮高的，而且对方直接交闪。这里的话也是因为带了净化，能早点把他的控制解完，不然给他多 A 几下的话，他可能会打到底。这里过来找个机会，没蓝了，过来接平 A， 打助攻，闪现拉开。捡到个助攻，其实这个闪现换个助攻也还行吧，总体来说没那么亏。大招过来，1技能。加里奥进场，那跑不掉了。这里对面双人路线到场，这玩的有点难受，说实话，就打上路不支援，打下路不支援。就是这种就是国区就这样子，我不知道外这个国际服怎么样，反正这边的话啊，大陆服的话是吧，就是这样子咯，就有那个前期逆风送人头啊，就点，其实只是人头差，又没有说拉到特别大的经济。如果说人头加兵线，那样才大。整体来说，其实还能打的。那双人路是没得打了。我刚说完啊，双人路就传来捷报是吧？我去。有个点啊，说实话，不过说实话说了你们也不一定听啊，就反正评论那些事情，我反正。觉得有一些喜欢，就是可能看得下去、静得下心去看的玩家呢，他反倒不会，他觉得，这里面是直接就是有个小技巧哦，看到没有？就是先做小黄书，这样前期优势会更大，是吧？而且加的法强高，性价比更高，可能应该是。这里开大招过来打支援，捡到个人头还不行。
就是不能在野区打架，因为这个是吧？好像是宗师分段吧，队友就不太行。哦，不对哦，是那个巅峰赛哦。应该是巅峰赛王者局的吧，好像是。但这个分段都那个什么了。说到评论的话，有个说啊，有个人有个粉丝啊，也不得粉丝了，就是有人评论说这游戏人机那么多，那你想想哪个游戏人机不多？你看王者荣耀人机也多，然后你们国外的那个就是国际服上，就是国外游戏上的话，有一个叫做决胜巅峰是吧？我不知道你们是叫什么，国内译过来是叫那个什么巅峰，然后人机其实也蛮多的呀，都是这个样。因为你游戏玩的少，现在游戏那么多，总会有人喜欢找到自己喜欢玩的游戏。哪像以前，我13年还在读书的时候，还小，那时候还小，真还小。一座网吧，整个网吧95%以上的人都在玩那个英雄联盟，哪有不玩英雄联盟的？那时候真的没什么游戏玩 DOTA， 那时候 DOTA 2都还没做出来，只有 DOTA 1。DOTA 1的话又感觉不咋地，DOTA 2也是后来才做出来。这里大招开起来进个。大招起手是阿罗拉的一个标准操作啊，除非你只是想打个消耗，然后就 QE W 接 Q 拉开这样子，就没必要去做接平 A 了。但像刚刚那种没有，就是说自己伤害并不是很高，装备也没成型的情况下，尽量去打满伤害，就是大招就尽早放出来，也是一个好事情。把伤害补满。说回刚刚就说到 DOTA 那个，但这里好像又要打架了。你看手游就是节奏这么快啊！但好像就打不起来，好吧？这里大招加推推棒，应该是推推棒再接大招会更好一些。但没有太多的结果啊，只能说接着去刷资源。像阿罗拉的话，2技能是可以穿这种穿墙的，然后作为一个小位移，利用好的话，你换位置，然后出其不意是个很好的。先手的时候也可以 W 先进场，然后接大招或者这样子，这个就需要你这个人去对这个英雄的熟练度，然后去搭配技能搭配，就调整好在这个团战中最好的释放技能的连招。这才是你需要学到以后，是吧？这里 W 看这些大招拉进来，这里对面的加里奥想换掉一个，但几乎没有这种机会给对方。血量不是很健康了，直接回家补装备，这样的话可能会卡一下装备，但附近也没有资源可以刷了，没办法。去上路守一下线，守完线以后回去补大帽就可以了。对方也是不给清线了，这亚索玩得很好。像拉回来的时候，比如说对方是在你拉回来那条线上的话，就 Q 进2段 Q 的话。拉回来的时候，他在你那个路径上也是可以对他造成伤害，挂上被动的。接一下平 A，
不能再冲了，再走的话对面派克来了，这好像有点跑不掉了，赶紧把这波兵线清掉，不给对面越塔机会。但闪现拉过来有大招，这个辣招放的有点武断了，只能这么说。中路的话，其实射手跟辅助两个手长的话，他们两个完全就可以守线了。现在就是这样子，中路一定要2个人，如果射手不在，是中单在，那你辅助尽量是要待在中路，然后帮那个中单一起守线的，不然只有1个人，对面只要3个人去越塔秒掉的话，那你中1塔是守不住的。对方在旁边磨都没有视野啊。这龙的话应该是能抢下来，毕竟有镜。镜的话，他那个斩杀线还是蛮高的。这里大招进场，拉过来，对面派克跑不掉了，二技能。对面加里奥预判了一手 E， 但说实话，他这样子 E 等于就是白送一个闪现，就玩得很随意。派克过来打断了，直接进化解掉，不给对面机会。必须要回去做第3件装备，你尽量把成装做出来，成型装备做出来，就是有优势。像这种情况下没那么好打输出的情况下，就先选择了先做这个 CD 书。切魂法典，我还有个点，我发现爱看我视频的人，好像是一些就是南美或北美比较多，利用大招做个跳板拉开，对面当然没机会了，对面卡萨连上了。队友这波送了一波，对上单没来，没有前排，主要是这个辅助不会去做扛伤，他出了这件装备，其实他能做扛伤，他并不是这种纯输出流的那个辅助，他要做扛伤的，他就出救赎。为什么会有救赎这件装备？就是要让一些软辅有一定的承伤作用，你知道吧？因为他受的血量，这个伤害越多，他的回复量就越高，然后他的那个回蓝量也越高，然后用蓝量去给队友增加增益效果那些，这就是救赎该用的一些装备。但好多软辅就是怂在后面，这里大招进场，但后面有人，反倒是自己送了个人头，没伤害了。好，这里的话技能锁错了，锁到派克身上了，应该技能是要给到卡莎身上的。你看他这个回复打着打着，他其实慢慢血量就抬上来了。这把不好打了，得找一波关键团。
对面卡萨还是挺肥的。你看这个辅助又开始骂人了。像为什么说骂他骂队友是人机呢？国内就是这种梗，就是说你像个机器人，像个 NPC， 知道吧？就是这么个意思。哎，这里一个一个送，加里奥进场，狗熊回头反打，这波创造了个机会，一个起手 Q， 嘿嘿，收到个大人头。那法炮球做出来4件套，对面是扛不住阿罗拉的伤害了，除非他们开头能把阿罗拉秒掉。对面还想打这个狗熊，很能扛，但最终还是被斩杀掉了，但拖住了。小龙的话，应该不打算去拿了吧？这个应该快打完了。哎，有机会，但还是被对面拿到了。但一条小龙换2个人头，两边反正这局没龙魂无所谓。能让自己金地更多，伤害更高，其实是赚的。这里肯定会被对面找机会开的，所以像这种情况下，破盾就让队友去解决就行了。破盾那些什么的，这爆发就一下子就起来了，直接大招。这一个亚索就给队友双杀了。哦，没有大招的，但还好有净化解掉了对面的控制。后续伤害压个起身 Q， 再拉回来，双杀收掉。哦，亚索哦还好，被狗熊收掉了。我还以为狗熊过去又送掉了。哎，这个血量的话可以杀一个一闪，但自己也挂了。像阿罗拉确实带净化会比带点燃会更舒服一些。这局来说，我还是比较建议，就是说你玩没那么好的话，就带净化会更好一些。因为好多人其实并不怎么会去那个，就是走位没那么好吧。这里等中单。是吧？其实阿罗拉操作很简单，一个 QE 也就能打一个爆发。这里大招进场，先秒掉辅助。加里奥在后续的话，净化不用太早给，这里位置很安全。但派克过来了，必须得解掉这个控制，因为派克进场的话，说明前排已经掉了，赵信已经没了。哦，这里狙中了，又 Q 拉开，对面哎，这里大招好了，过来。哦，刚刚秒的是卡萨还是辅助啊？卡萨是吧？我以为辅助被秒掉了，看错眼。那行，这一期的话就到这啦，欢迎大家收看。